这几年，外资纷纷从中国大陆撤离。据最新的统计显示，在过去3年来，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减少了99%。外商们的离开，带走了资本，也带走了就业岗位，也带走了曾经热闹的经济发展。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上海古北新区是上海第一家有规模的国际居住新区。这里呢，主要住的是来自于欧美、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和港澳在内的海内外在沪投资的商人。这里呢，也被称为是上海第一富人区。但古北已经失去了它往日的风光。刚刚从古北的这个日本超市出来啊，营业员跟我说，现在这边的日籍、韩籍、台湾的人士大概比之前峰值少了1/3，很夸张。刚刚那个中介小哥他后来讲，这边的港澳台、日韩少了50%的人，他都觉得有。这边陆陆续续的入住率还可以，但确实感觉没住满，走了好多人的感觉。2025年2月14号，据中国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在中国投资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只有45亿美元，这与2021年的峰值3440亿美元相比，降幅高达99%。据中共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同比下跌了27.1%，这一数字也创下历史新高。那么更直白地说，外资们走了，中国人就遭殃了，因为这意味着工厂失去了订单，工人们也失去了工作的机会。中国曾经是世界工厂，中国的物流行业多年来非常的繁忙，但是随着外资产业链的撤离，中国物流业也进入萧条状态。广东东莞物流园的工厂竟然没有订单。今天呢是2月18号了，距离我们的物流公司山东专线开到现在呢已经有10几天了，感觉今年这个货量呢比往年同期这个时候少了很多，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感觉整个工厂都好像没有开工一样，货量是断崖开始下跌。往年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意是搞的是热火朝天，那么今年呢是冷冷清清。不只是我们家山东专线是这样子的，我们整个物流园里面其他的省的线路也是这样子。你看看我们物流园里面是不是有点冷清，对吧？你要知道我是在东莞，东莞或者是世界工厂，或者说东莞没有货的话，那其他的地方做货运的一些同行的话，他们的生意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是上海进出口行业目前的现状。各位同行，今年的货运行情更差呀！我下的10几天呢，是做了2、3千块钱呢，一天就1、2单呢。今天是25年2月18号，距我们物流开工已经15天了，整整半个月。你看，物流园的状态还是这个样子。我们公司车队基本每天都有10%到15%的滞留车辆，去年情况就已经很差了，但每天多多少少都能发车。但是今年开局就不是很乐观，难怪我们的生意不好。你看人家江海直达，你让我们生意能好到哪里去？我们这些江船迟早有一天会被淘汰。我们这一趟从南通转到九江8块几毛钱一吨，也不知道他们这个运价多少钱一吨。我们这个船还都是自己家里面的人，就请了2个，但这个船怎么也得请10个8个的，不知道他们够不够运营成本。上海经济急转直下，现在还出现这样的景象。上海的办公楼很多企业都在退租了，这个现象真的是蛮吓人的。从过完年回来和一些朋友聊天了解到的，还有我自己所在的这栋办公楼，就有很多公司直接没开门了。我们这栋楼现在至少空了1半以上，这是什么概念？除了办公楼，沿街商铺的情况也不乐观。基本上隔2家就有人贴上了转让。我在上海做了这么多年的贷款，今年是最冷清的，企业主来融资的少了很多，快要续贷的很多也不续了，想着还进去就不借了，不敢再加大投入了。工资其实没那么高，好多人还大包小包的来到上海。目前外面的工作太难找了，一个普通岗位都10几个人竞争，不是占满就是无尘室，都抢着干。就现在找个5开头的，能顺利进去稳定下来的都很不错了。就目前好多厂它不是要你的就是限制名额。上海人流量也是明显少了很多。上海浦东宝龙广场，大概宝龙广场大概
现在惨不忍睹啊！现在是中午12点半啊，饭点啊，服务员比顾客多，招租的比出租的多。哎呦，都是出租的，有几个老板敢来招租啊？现在怎么这么惨？这是上海东方明珠游客服务中心，以前人满为患，滔滔不涌，现在稀稀拉拉没有人。你看，对此，有博主总结说，上海正在经历一场消费降级的雪崩。作为中国超一线城市的上海，社零数据出现断崖式下跌。去年12月份和今年1月份呢，由于是过年啊，数据呢没有参考性。我们看11月份的社零数据，13.5%，看清楚了，是负的13.5%。这个数据真的让人难以想象呀。能被统计局统计到住宿和餐饮呢，一般呢都是大型的饭店酒店，全国连锁性的。然而，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上海是外资企业的聚集地，世界500强的总部的汇集地，大量的金融行业精英呢都在上海。如此多的高收入人群聚集在上海，如今竟然也不舍得外出吃饭了。社零数据的大跌也说明了中产这个群体的收入确实遭到了严重的缩水。其实呢，不光是上海外国人少了，即便是在杭州这样的城市，来中国的外国人也少了很多。这个是萧山机场国际出发大厅你可以用门可罗雀，来一个团，这一个飞机就我一个团，然后200多个人的位置，大飞机啊，估计只有1/3。然后这边你看，航班都是空的。曾在中国风靡一时的星巴克也要跑路了。这不，最近上海、武汉、南宁等地都有关门的星巴克门店，其中还有开了20多年的老店呢。往前数几年，星巴克可是商场里的金字招牌，各大商场为了引进它，优惠给的一个比一个大方。一般国内普通咖啡馆房租成本要占到总收入的25%，星巴克却只占10%，还霸占着各种黄金地段。可如今风水轮流转，星巴克也不行了。上个财季，它在中国的同店销售额大幅下滑14%，领跌全球。面对这种情况，星巴克开始寻思把中国业务股权打包卖了，正在到处找买家。2025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随着美国川普总统的上台，对中国增加关税，导致很多中国工厂订单锐减，甚至是倒闭。而外出打工找工作的人就更难，因此很多人在年后外出找工作不长时间就纷纷回家了。那些喜欢提桶跑路的弟兄们，听老哥哥一句劝，今年不要提桶跑路了，在一个地方就好好的干。情况不一样了，特朗普上台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增长关税，打贸易战。我们有很多工厂是没有业务的，接不到单子，没有活给你干。过年以后，很多人去了广东、浙江、江苏，他们有技术有本事，甚至还有很多年轻的普工都是90后，别人还嫌他年纪大，都打道回府了。今年的市场行情是近几年来当中最差的一年，春节还没过完的时候，就已经很多厂已经停招了，甚至有的厂就根本没有计划要人，给了劳务中介和打工人一个措手不及。今年的行情怎么就这么烂呢？在大年初4还是初5的时候，美国突然出台了一些政策关税增加10%。导致一些做出口生意的工厂接了订单也赚不到钱，甚至还亏钱，甚至有的工厂根本就不敢接订单，因为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工厂运作也很困难。但是很多工人们不太理解，为什么年还没过完，工作就变得这么难找？为什么还有的工厂都开始卡男女比例了？怎么去年我嫌弃的烂厂，今年都不怎么要人了？这就是现在的现状，老乡们。最近和几个老板在一起聊天，真的让人大跌眼镜。他们说过年后接触下来，好多去上海、广州打工的人都踏上了归途。为什么呢？要么是找不到工作，要么找到了工作，工资却低得可怜，才4000左右。因为老板也没有利润，开不了高的工资，或者很多老板干脆今年就不干了，回老家躺平，老板都没了，打工人去哪里打工？在一线大城市，4-5千块钱想维持基本生活都困难，怎么待得下去？于是只能回老家，坐绿皮车回去。没想到绿皮车上也全是人，满满当当的，
由此可见，不是1、2个人这种情况，而是大批的人都这样要回去，简直就是2025年第一批回家过年的大军。这才春节刚过1个月，啊！看来，在中国政府之下，2025年的返乡潮已经提前10个月了。说白了，这些打工的民众信心满满，怀着希望走出家乡，就不得不火速回来，否则可能就要流落街头了。这是打工人回到家的情况。都说家里没活，家里不好混，说出门打工的。这不是俺伙计出9州的，这不今天回来的，一把回来好几个。说外边跟家里一样，也是没活，3天茄子2天不干活，没法，还不如回来的，根本挣不着钱。其实俺怎么说呀？大环境不好，家里跟外边一样，他不是说光咱这里不好，他都不好。一名男士说出很多打工者的心声。今年的钱更难赚，本来想说今年会比去年好一点，谁成想1年比1年难，突然那么一瞬间都不想努力了，感觉到好累，但是又能怎么办呢？勤劳的中国人，即使再怎么能吃苦、任劳任怨的工作，在中共四面树敌、把国际社会都得罪光的情况之下，外资们纷纷把产业链转移到东南亚等地。于是很多人发现，越南和印度的工厂订单直线上升，而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却面临大量工厂倒闭、工人大量失业的情况。这甚至让2025年返乡潮足足提前了10个月。不得不说呢，这是在国际社会充当战狼的中共一手造成的恶果。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订阅、点赞，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